第一课，时间管理。嗨，安娜，这里也一样。最近我一直在努力遵守自己的日程安排，你呢？嗨，约翰，我能理解，时间管理可能具有挑战性，尤其是当有许多任务需要处理时。绝对，我发现自己很容易分心，无法充分利用自己的时间。对我有帮助的一种策略是为每天设定明确的目标，并确定任务的优先顺序。这是个好方法，我应该尝试设定具体的目标，以保持专注和有条理。另一种有用的技术是将较大的任务分解为更小、更易于管理的任务。这是有道理的。将任务分成较小的步骤，可以使它们看起来不那么令人不知所措。是的，当你完成每项较小的任务时，它会给你一种进步感。我一定会试一试的。你还有其他改善时间管理的技巧吗？对我有用的一件事是使用计划器或数字日历来安排我的活动。这是个好建议。直观地呈现我的日程安排，可以帮助我保持正轨。此外，分配休息时间和自我护理也很重要，它有助于保持生产力。你说的对，我经常忘记休息，从长远来看，这最终会影响我的工作效率。请记住，这一切都是为了在工作和休息之间找到平衡。休息实际上可以提高效率。我会记住的。有时候，人们很容易忽视自我保健的重要性。绝对，照顾好自己对于整体健康和有效的时间管理至关重要。感谢您分享这些提示，我很感激你的见解。不客气，我很高兴我能帮上忙。请记住，实行良好的时间管理需要时间和精力。我明白，我将开始实施这些策略，努力改善时间管理。太棒了！我相信，通过持续的练习，你将在有效管理时间方面看到改善。谢谢，我很感激你的支持，这是为了更好的时间管理和提高生产力。第二课，外包注意事项。嗨，安娜，我最近一直在读一些贸易杂志，我们应该考虑外包一些任务吗？嗨，约翰，这是一个有趣的想法。外包某些任务可能有其优势。你在想哪些任务？好吧，我正在考虑将我们的客户支持外包给专门的呼叫中心。这可能是一个好主意，这将使我们能够更多的专注于核心业务，同时确保优质的客户服务。是的，从长远来看，它也可能帮助我们节省成本。我们可以探索不同的外包选项并比较价格。绝对，重要的是要进行全面的研究，找到符合我们需求的可靠外包合作伙伴。
我们可以先联系几家外包公司，征求建议，看看他们能提供什么。这是个好计划。我们可以评估他们的服务、专业知识和价格，以做出明智的决定。外包的另一个好处是，它可以提供我们内部可能没有的专业技能和资源。切实如此，我们可以利用致力于我们特定业务领域的专业人员的专业知识。它还将使我们能够在繁忙时期或需要额外支持时更轻松地扩大运营规模。这种灵活性可以成为我们业务的显著优势，我们可以更有效地适应不断变化的需求。但是，我们还应考虑外包的潜在挑战，例如通信和数据安全。绝对，我们需要确保我们的团队与外包合作伙伴之间进行清晰有效的沟通。而且，我们必须制定适当的数据保护措施，确保敏感信息得到安全处理。我同意，签订适当的合同和协议以保护我们的利益和保持机密性至关重要。总体而言，外包可以成为我们业务的战略举措，但在做出决定之前，我们需要权衡利弊。当然，评估潜在收益和风险并确保外包与我们的目标保持一致非常重要。我很高兴我们讨论了这个问题，它使我对外包的可能性和考虑因素有了更清晰的认识。我很高兴我能为讨论做出贡献，让我们继续进一步探讨这个话题并做出明智的决定。绝对，让我们收集更多信息，做出深思熟虑的选择。从长远来看，这将使我们的业务受益。第3课，旅行目的地。嗨，安娜，我一直在研究旅行目的地，我需要一些建议，你能帮我吗？嗨，约翰，当然，我很乐意提供帮助。你在考虑哪些目的地？我听说过关于下龙湾和惠安的好消息，他们都在越南，我正在考虑将它们添加到我的必游清单中。哦，这些都是不错的选择，我完全同意。下龙湾以其迷人的石灰岩岛和翡翠海水而闻名。这正是引起我注意的原因。我看过的照片令人叹为观止，我迫不及待地想亲眼目睹这美丽。你不会失望的。下龙湾提供各种活动，例如皮划艇和乘船游览，让您探索迷人的风景。皮划艇和乘船游览听起来像是让自己沉浸在下龙湾自然奇观中的绝佳方式，我一定会试一试的。别忘了参观附近的洞穴，例如著名的桑萨洞穴，它们就像等待被发现的隐藏宝藏。我一定要去洞穴里探险，这将为我的旅行增添额外的冒险元素。现在，让我们来谈谈惠安。惠安是一个迷人的小镇，以其保存完好的古建筑和充满活力的灯笼节而闻名。历史和文化的结合吸引了我来到惠安。
我很高兴能在它的街道上漫步，沉浸在气氛中。一定要参观日本廊桥，它是该镇的象征，它是日本建筑的美丽典范，具有历史意义。日本廊桥绝对在我的清单上。我喜欢学习不同的文化及其建筑影响。您还可以在惠安找到许多裁缝店，它以定制服装而闻名，你可以为你制作独一无二的作品。太迷人了！定制服装将是我旅途中的特别纪念品，我一定会去裁缝店看看。太棒了！越南是一个美丽的国家，可以提供很多东西。下龙湾和惠安只是体验其丰富的文化遗产。我等不及要体验这一切了。感谢您的推荐，您的见解对制定我的旅行计划非常宝贵。不客气，我很高兴我能帮上忙。记得品尝当地美食，与友好的越南人互动。绝对，品尝当地美食，与当地人交流，是我旅行经历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很感激你的帮助。第4课，保守秘密。嗨安娜，你有没有保守过一个难以保守的秘密？嗨约翰，哦，当然，有时候我必须封住嘴唇，不要泄露秘密。可能很艰难，对吧？你如何在不泄露秘密的情况下设法保守秘密？我觉得有用的方法之一是提醒自己信任的重要性以及泄露秘密的后果。这是个好观点。强调信任的重要性可以帮助我们保持对保守秘密的承诺。绝对，我还尽量避免秘密可能意外出现的情况或对话。这是个明智的策略。避开潜在的触发因素可以减少无意中泄露秘密的机会。我要做的另一件事是，如果有人开始离秘密的话题太近，就转移对话的注意力。这是一种聪明的策略。重定向对话有助于避免任何失误并保持机密性。此外，我会明智地选择我的知己，我只与我完全信任且知道可以保密的人分享这个秘密。选择值得信赖的人至关重要。与错误的人分享秘密可能会导致意外泄露。没错，评估我们信任的人的可靠性和自由裁量权至关重要。你有没有使用任何技巧来抵制与他人分享秘密的诱惑？是的，我提醒自己潜在的负面后果及其对委托我保密的人可能产生的影响。这是一个很好的观点。考虑透露秘密可能造成的潜在危害，可以帮助我们抵制诱惑。同样重要的是要记住，保守秘密表明了我们作为个人的诚信和可靠性。我同意。
被公认为可以信任的敏感信息是值得维护的宝贵声誉。当然，信任是任何关系的基本方面，保持这种信任需要我们兑现保密承诺。显然，保守秘密需要纪律和强烈的责任感。绝对，这是一项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展和增强的技能。感谢您分享您的见解，了解保守秘密的不同策略很有帮助。第5课，旅行规划。嗨，安娜，我一直在考虑我们即将到来的旅行，我们应该计划行程，确保我们不会错过任何事情。嗨，约翰，这是个好主意。我们可以将热门旅游景点和人迹罕至的景点混合在一起。当然，我们应该从研究目的地必看的景点和地标开始。是的，我们还可以查看访问期间是否有任何特殊活动或节日。体验当地文化真是太好了。这是个好观点，我们不想错过任何独特的文化体验，我们应该在行程中标出这些。绝对，为每个活动或景点分配足够的时间也很重要。我们不想感到匆忙。对，我们应该考虑博物馆和其他名胜古迹的开放时间，以相应地计划我们的日程安排。要记住的另一件事是可用的交通选择。我们应该研究最便捷的出行方式。好主意，我们可以考虑公共交通，例如公共汽车或火车，以及任何导游或自行车出租。联系以前去过目的地的朋友或熟人也会很有帮助，他们可能会有建议。是的，获取内幕贴士可能很有价值，他们可以推荐我们在旅行指南中找不到的隐藏景点或当地餐馆。绝对，我们还可以使用在线旅行论坛或应用程序来阅读其他旅行者的评论和推荐。这是个好主意，听取他人的经历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预期的内容，并帮助我们做出明智的决定。我们还应在行程中留出一定的灵活性，以考虑意外发现或自发活动。我同意，为自发性留出空间通常可以在旅途中带来最难忘的经历。最后，我们在计划行程时应记住预算，为住宿、膳食和活动分配资金很重要。绝对，我们不想超支或因意外开支而措手不及。预算是旅行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意。通过考虑所有这些因素，我们可以制定一个全面的行程，使我们能够充分利用我们的旅行。我很高兴能开始计划，并确保我们有一个难忘的旅行体验。让我们开始吧。当然，让我们收集所需的信息，
并制定一个结合目的地所能提供的最佳内容的行程。我很期待，这次旅行一定会很棒。第6课，令人兴奋的爱好。嗨，安娜，我最近一直在探索不同的爱好，非常有趣。你呢？嘿，这听起来很有趣。我从事各种爱好已有一段时间了，这是放松身心的好方法。太棒了！我很好奇，你做这些爱好多久了？好吧，我追求其中一些爱好已有好几年了，而另一些是我最近学会的。这令人印象深刻。随着时间的推移，你的技能一定是有回报的。绝对，看到我喜欢的活动取得进展和改善，真是令人满意。我正在努力寻找一个可以长期坚持的爱好，有什么建议吗？有很多可能性。你一直想尝试的兴趣或事物是什么？我一直对摄影和绘画着迷，你认为这些都是不错的选择吗？当然，摄影和绘画都是很棒的爱好，它们提供了创造性的出路和自我表达的机会。听到这个消息令人鼓舞，我会试一试，看看哪一个最能引起我的共鸣。这是个好方法，探索不同的爱好将帮助您发现自己的真正激情。我也对学习乐器感兴趣，你试过弹奏乐器吗？是的，我有。我弹钢琴已经好几年了，这是一段充实的旅程。这令人印象深刻。你是怎么开始学习钢琴的？我年轻时上过课，最终对游戏产生了热爱。实践和奉献精神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很鼓舞人心。我会考虑为我选择的乐器找一门初学者课程。这是个好主意。向老师学习或参加小组课程可以提供指导和支持。除了爱好，你还从事任何体育活动或运动吗？是的，我愿意。我喜欢定期跑步和练习瑜伽，以保持活跃并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太棒了！体育活动是保持身心健康的绝佳方式。绝对，运动和运动有助于改善整体健康状况，也可以带来很多乐趣。感谢您分享您的经验和建议，我很高兴能进一步探索这些爱好。第7课，用保险箱保护贵重物品。安娜你好，你有没有考虑过用保险箱存放贵重物品？嗨，约翰。是的，我有。这是确保重要物品安全和保护的绝佳方式。绝对，保险箱通常由银行提供，
提供安全的存储选项。它们确实是安全的。这些箱子通常保存在具有高级安全措施的保险库中。没错，金库配备了监视系统和访问控制，以防止未经授权的进入。得知我们的贵重物品受到保护令人欣慰，安全是重中之重。当然，保险箱对于存放护照、遗嘱或财产契约等重要文件特别有用。它们也非常适合存放珠宝、传家宝或稀有收藏品等贵重物品。绝对，将这些物品放在保险箱中，可以将丢失或损坏的风险降至最低。请务必注意，保险箱中的物品通常没有保险，我们应该向银行查询他们的政策。这是个好观点，我们应该询问保险方案，或者考虑为我们的贵重物品单独投保。此外，必须清点我们存放在保险箱中的物品，文档是关键。绝对，拥有详细的库存将有助于我们跟踪我们的财物，并在需要时提供所有权证明。进入保险箱时，我们通常需要出示正确的身份证件，这是额外的安全层。对，银行需要身份证明，以确保只有获得授权的个人才能进入箱子。同样重要的是要确保箱子的钥匙或门禁卡的安全，并与我们的个人物品分开。绝对，我们应该像对待箱子里的贵重物品一样谨慎和安全地对待钥匙或门禁卡。最后，最好查看银行有关保险箱的条款和条件，了解情况很重要。这是正确的。在租用保险箱之前，我们应该了解费用、出入时间和任何其他相关政策。谢谢，感谢你对使用保险箱的好处和注意事项的见解。也谢谢你。优先考虑我们贵重物品的安全和保护始终很重要，保持安全。第8课，乐趣和运动。安娜你好，我一直在考虑为我们社区的每个人组织一个有趣的活动，你觉得怎么样？嗨，约翰，这是个好主意。对于人们来说，有一个享受乐趣和锻炼的空间很重要。我相信它会受到好评。我本来想安排一个社区运动日，我们可以为所有年龄段的人提供不同的游戏和活动。听起来棒极了。它将鼓励所有人聚在一起，进行社交并保持活跃。没错，我们可以举办友谊赛，例如接力赛、拔河比赛，甚至是3回合比赛。这些都是好主意。它将带出竞争精神，营造活跃的氛围。
我也在考虑为那些喜欢另一种运动的人提供一些非竞争性的活动，例如瑜伽或舞蹈课。这是一个深思熟虑的补充，满足不同的兴趣和健康水平很重要。我也在考虑一些健康的茶点，比如水果串和冲泡水。这是个好主意，它将促进健康的饮食习惯，并为每个人提供提神的享受。我需要一些志愿者来帮助这个组织，你有兴趣提供帮助吗？绝对可以，我很乐意伸出援手，帮助活动取得成功。太棒了！您的专业知识和热情将是无价的。谢谢，我很高兴能为这样一个有趣而有意义的活动做出贡献。让我们开始计划并传播信息。我相信我们的社区会感激你的努力。当然，我们可以制作传单并使用社交媒体来激发兴趣并聚集参与者。好主意！我们将确保每个人都知道即将到来的社区运动日。我很期待，这将是我们社区团结在一起的绝佳机会。感谢您的支持，我们可以共同打造一个令人难忘而愉快的活动。第9课，卧室装饰。你好 ，Anna， 我一直在重新装修我的卧室，我找到了一件与我的卧室装饰完美搭配的艺术品。嗨，约翰，太棒了！找到合适的艺术品确实可以将房间联系在一起。你发现了什么样的艺术品？这是一幅美丽的山水画，色彩鲜艳，气氛宁静，它为我的空间增添了一丝自然气息。听起来很可爱。艺术品可以在卧室营造出平静而温馨的氛围。当然，我一直在寻找一件能反映我个人风格并带来宁静感的作品。重要的是要让自己周围有能引起共鸣的事物，让您在自己的空间中感到轻松自在。绝对，我相信我们的环境会极大地影响我们的情绪和幸福感。你说的绝对正确。精心装饰的卧室可以营造出宁静祥和的氛围。除了艺术品外，我还一直在考虑在床上添加一些装饰枕头和一条舒适的毛毯。这是个好主意。枕头和毯子可以为您的卧室增添舒适感和视觉趣味。我一直在浏览不同的设计和纹理，以寻找与整个主题相得益彰的设计和纹理。尝试不同的图案、颜色和纹理可以为卧室装饰带来深度和个性。我完全同意，这一切都是为了找到适当的平衡点，创造一个能反映你个性的空间。绝对，您的卧室应该是您在漫长的一天后放松身心的地方。这正是我的目标，一个宁静的避难所，在那里我可以恢复活力，感受灵感。我敢肯定，
只要你对细节的关注和周到的态度，你的卧室一定会变得漂亮。谢谢，我很感激你的鼓励，我很高兴看到最终结果。第10课，寻找航班优惠。你好 Anna， 你有没有找到任何超值的航班优惠？有任何提示吗？嗨，约翰。是的，我之前发现过一些很棒的优惠。提示之一是留意航空公司提供的限时抢购或促销活动，它可以为你节省很多钱。很高兴听到，我很快就会计划一次旅行。你最初来自哪里？我来自加利福尼亚。哦，我最初来自纽约，这是一个繁华的城市，有很多值得探索的地方。那加州呢？你最喜欢它的什么？加利福尼亚以其美丽的海滩和阳光明媚的天气而闻名。我喜欢它提供的户外活动，例如徒步旅行和冲浪，这是放松身心和享受大自然的好地方。这听起来很棒，我一直想去加州，也许我很快就会计划去那里旅行。你对必去的地方有什么建议吗？绝对可以，您一定要参观大苏尔迷人的海岸线，并通过金门大桥探索标志性城市旧金山。当然，千万不要错过洛杉矶的魅力和优胜美地国家公园的壮丽美景。哇，这些听起来都像是很棒的去处，我会确保将它们添加到我的旅行清单中。顺便问一下，你有任何寻找负担得起的住宿的小贴士吗？当然，一个建议是考虑住在经济实惠的住宿，例如旅馆或宾馆。另一种选择是使用提供酒店和度假租赁优惠的在线平台，灵活安排日期也可以帮助您找到更优惠的价格。这是个很好的建议。灵活安排日期可以在寻找负担得起的住宿方面产生重大影响。我在计划行程时会记住这一点。当然，在寻找最佳航班优惠时，灵活性也是关键。有时，将旅行日期调整1-2天可以为您节省很多钱。我同意，对不同的旅行日期持开放态度很重要。它为您提供了更多选择，并增加了您找到大量交易的机会。绝对。因此，在搜索航班时，请务必使用不同的旅行搜索引擎并比较价格。别忘了订阅航空公司时事通讯，以接收有关促销和折扣的最新信息。这是个明智的策略。我将确保使用多个搜索引擎并注册订阅时事通讯。这一切都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你找到那些隐藏宝石的机会。没错，通过积极主动并留意航班优惠，您可以节省大量资金。祝您旅途愉快，愿您能找到一些超值优惠。谢谢，我很感激这些小贴士。我很高兴能开始计划行程，希望能获得一些超值的航班优惠。祝你有美好的一天。不客气，我祝你在找到这些优惠时好运，尽情规划行程，也祝您度过美好的一天。第11课，有效的演示。安娜你好，
我需要一些关于如何支持我们的演示的建议。嗨，约翰，当然，我可以帮忙。您在演示文稿的哪个方面需要支持？我本来想融入视觉效果，你认为这是个好主意吗？绝对可以。视觉效果可以帮助吸引观众并增强理解。我也是这么想的。你建议什么样的视觉效果？根据内容的不同，您可以使用图表和图形来显示数据。好主意。对数据进行可视化可以使其更易于理解。您也可以考虑使用图像和插图来传达概念。我喜欢这个主意。图像可以使演示文稿更具视觉吸引力。另一种选择是加入视频或动画以获得动态效果。这听起来很有趣。视频可以使演示文稿生动起来。只要确保视觉效果相关并支持你的关键点即可。我会记住的。传达一个有凝聚力的信息很重要。绝对，视觉效果应增强整体叙事。演示幻灯片的布局和设计怎么样？保持设计干净整洁，以保持对内容的关注。这是有道理的。简单而专业的设计通常更有效。使用清晰的字体和适当的颜色以提高可读性。我会确保文字清晰易读。谢谢你的小费。不客气，设计的一致性在整个演示中也很重要。我会确保保持一致的设计主题，它营造出凝聚力的外观。此外，练习演示文稿，让自己更有信心和准备就绪。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实践在交付方面有很大的不同。考虑在演示期间使用提示卡或备忘录保持正轨。随身携带笔记可以帮助确保信息的顺畅流动。记得通过眼神交流和肢体语言吸引观众。好主意。与观众建立联系对于成功的演讲至关重要。最后，别忘了最后留出提问和讨论的空间。鼓励互动可以使演示更具吸引力。我敢肯定，有了这些策略，你的演示会很棒。谢谢，你的建议是无价的。感谢你的支持。第12课，营养食材。嗨，安娜，你有没有想过我们食物中的成分？嗨，约翰，绝对可以。了解我们在消费什么很重要。我最近读了一章提到真正的鸡肉的食品标签，那是什么意思？真正的鸡肉
表示该产品包含实际的肌肉。啊，我明白了。因此，它不仅仅是一种调味剂或人造成分。这是正确的。这意味着使用的肌肉是正品，不能替代品。这令人放心，很高兴知道我们在吃真正的肉。当然，为了获得更好的营养，优先考虑真正的成分很重要。说到营养，我注意到有些产品提到必需维生素，那是什么意思？必需维生素是指我们的身体正常运作所需的营养素。那么这些维生素是我们整体健康和福祉所必需的吗？是的，必需维生素在支持各种身体机能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太迷人了！你能举一个必需维生素的例子吗？维生素 C 是支持免疫系统的必需维生素。啊，我听说过维生素 C 及其增强免疫力的特性。绝对，在我们的饮食中摄取各种必需的维生素很重要。还有其他我们应该注意的必需维生素吗？维生素 D 是另一种有助于骨骼健康的必需维生素。啊，我听说过维生素 D 对强健骨骼的重要性。是的，通过阳光或膳食来源摄取足够的维生素 D 至关重要。我一定要在饮食中加入富含必需维生素的食物。这是个好主意。均衡饮食是获得最佳营养的关键。我同意，重要的是要注意我们体内的物质。第13课，求职面试。嗨，安娜，你接受过采访吗？嗨，约翰。是的，我最近接受了一家科技公司的采访。这很重要。采访进行的怎么样？你准备好了吗？总的来说，进展顺利。我通过研究公司和练习常见的面试问题做好了准备。很高兴听到，准备是成功面试的关键。绝对，展示你的技能和资格很重要。他们在面试中有没有问过你任何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是的，他们问我有一次我必须克服工作中的困难局面。这可能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你是怎么处理的？我分享了一个具体的例子，并解释了我如何通过与我的团队合作来解决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很好的回应，表现出团队合作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是有价值的。谢谢。在面试中提供清晰简洁的答案很重要。确实如此，能够进行有效的沟通至关重要。他们还向我询问了我的长期职业目标。
你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你说了什么？我表示希望在公司内部成长，将来承担更多责任。这是表现出雄心和承诺的好方法。我认为将目标与公司的价值观和愿景保持一致很重要。绝对，雇主赞赏对公司使命充满热情的候选人。他们还向我询问了我的长处和短处。你是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的？你有没有提到任何弱点？这是一种明智的方法，它表现出自我意识和成长意愿。谢谢。在面试中保持真实和诚实很重要。不客气，我很高兴能提供一些见解。他们有没有提到接下来的步骤？是的，他们提到他们将在下周内与我联系并做出决定。这太令人兴奋了！我希望你能尽快收到积极的消息。谢谢，我手指交叉。我会向你通报最新结果。祝你好运，我相信你的能力，随时向我通报情况。第14课，度假住宿。嗨，安娜，你有没有想过度假期间住在哪里？嗨，约翰。是的，这里有舒适的住宿加早餐旅馆、海滨酒店，甚至度假屋。太棒了！住在住宿加早餐旅馆有什么好处？民宿提供更加个性化的体验，通常包括自制的早餐。听起来很可爱，旅行时能有舒适温馨的氛围真是太好了。绝对，住宿加早餐旅馆通常具有独特的魅力和个性。那海滨酒店呢？是什么让他们成为受欢迎的选择？海滨酒店可轻松前往海滩和美丽的海景。这是一个主要的优点，无需长途跋涉即可在沙滩上放松身心，很方便。当然，许多海滨酒店还提供游泳池和海滨餐厅等便利设施。对于像我这样的海滩爱好者来说，这听起来是一个完美的选择。度假租赁是另一个值得考虑的选择。度假租赁与酒店和住宿加早餐旅馆有何不同？度假租赁通常是私人房产，您可以短期租用。啊，所以这就像在度假期间有个家外之家。没错，度假租赁通常提供更多的空间和厨房供您自己做饭。这很方便，如果你愿意，它可以让你自由的自己做饭。是的，这可能是一个具有成本效益的选择，特别是对于家庭或较大的团体而言。
我明白那会有什么好处，它提供了更大的灵活性。绝对。在选择住宿时，请务必考虑自己的喜好和需求。还有其他类型的住宿需要我们了解吗？对于喜欢露营的人来说，还有精品酒店、豪华度假村和露营地。哇，有很多选择，重要的是要做一些研究并找到最合适的选择。当然，阅读评论并检查位置和便利设施至关重要。谢谢，你对度假住宿的见解非常有帮助。第15课，参与有意义的对话。嗨，安娜，我完全同意，一起讨论这些问题真是太好了。嗨，约翰，我相信有意义的对话可以拓宽我们的视野。绝对，它可以帮助我们获得新的见解并互相学习。开诚布公的讨论和考虑不同的观点很重要。我同意，它鼓励批判性思维并促进更深入的理解。讨论重要的话题也使我们能够挑战自己的信念。确实如此，它可以帮助我们作为个人成长和发展。为这些对话创造一个安全和相互尊重的空间至关重要。当然，每个人都应该放心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在这些讨论中，积极倾听是关键，它表现出尊重和同情。绝对，在不打断或评判的情况下倾听他人的意见很重要。提出深思熟虑的问题也可以丰富对话内容。这是一个很好的观点。问题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入地研究该主题，并探索不同的角度。分享个人经历和趣闻可以使对话更具相关性。是的，个人故事增加了深度，并在参与者之间建立了联系。使用清晰简洁的语言来表达我们的想法很重要。我同意，有效的沟通确保我们的想法得到理解。在彼此的想法基础上再接再厉，可以引发更具协作性的讨论。确实如此，它使我们能够共同探索一个话题并产生新的见解。恭敬的不同意是可以的，不同的观点可以引发有趣的辩论。绝对，即使我们有不同的观点，我们也可以互相学习。在对话结束时总结要点有助于巩固关键要点。这是个很好的做法，它确保我们在结束对话时有清晰的理解。事后反思对话可以进一步加深我们的学习。我完全同意，自我反省可以帮助我们内化并运用我们所讨论的内容。
第16课，杂货店购物计划。安娜你好，我今天要去杂货店购物，你需要买什么？嗨，约翰，这周我需要买一些新鲜的水果和蔬菜。那你呢？你的购物清单上有什么？我需要一些鸡蛋、面包和牛奶。我的必需品已经不多了，你还需要什么吗？是的，我还需要在储藏室里补充大米、意大利面和罐装豆子，它们是随身携带的多用途食材。你的清单上还有其他物品吗？除了基本的东西外，我还打算买一些鸡肉、西红柿和生菜做沙拉。我想在本周做出更健康的膳食选择。那你呢？有具体的膳食计划吗？这听起来很棒。我打算在本周做炒菜和小扁豆汤，所以我需要胡萝卜、甜椒、洋葱和扁豆等食材。你有什么食谱吗？你的膳食计划听起来很美味。我正在考虑用马里纳拉酱和烤鸡肉做意大利面，这是一道简单但令人满意的菜。还有其他需要添加到清单中的物品吗？谢谢，你的膳食创意听起来也很好吃。我想我的购物清单已经准备好了。你还需要买什么吗？我想我也涵盖了所有内容。我一定要在去商店之前仔细检查一下。井井有条总是件好事。你更喜欢在特定的杂货店购物吗？我通常去我家附近的超市，它很方便，产品种类繁多。那你呢？你有首选的杂货店吗？我通常去附近的市场，他们有很多新鲜农产品可供选择，而且这是一家本地企业，我很乐意支持。好吧，我开始准备我的购物袋，准备好出发了吗？绝对，我也去拿可重复使用的袋子。我们出去买杂货吧。祝您购物之旅愉快。谢谢，让它成为一次成功的旅行。祝您购物愉快，很快见。第17课，起源与旅行。嗨，安娜，很高兴听到。你来自哪里？嗨，约翰，我来自加利福尼亚，而你呢？哦，这很有趣。我来自纽约。那么，加利福尼亚州，对吧？那里是什么样子？加州太神奇了，它拥有美丽的海滩、迷人的山脉和完美的气候，总有一些事情要做和探索。哇，这听起来像是一个梦想的目的地。我一直想去加州。你住过哪些城市？我住在旧金山和洛杉矶，这两个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魅力和景点。旧金山以金门大桥而闻名，而洛杉矶则提供充满活力的娱乐场所。太棒了！我听说过很多关于旧金山标志性桥梁的信息，而拥有好莱坞和所有名人的洛杉矶一定令人兴奋。是什么让你从加利福尼亚搬来的？好吧，
我搬家是为了工作，也是为了体验不同的生活方式。我想探索新的机会，让自己沉浸在不同的文化中。这是一个勇敢的决定。离开舒适区，冒险进入新领域需要勇气。到目前为止，你的经历如何？这真是一次冒险。我认识了新朋友，尝试了新食物，并学到了很多关于不同文化的知识。这对我来说是一次宝贵的学习经历。听到这真是太棒了！在不同的地方旅行和生活可以开阔我们的视野，教会我们很多东西。你去过其他国家吗？是的，我有。我很幸运访问了欧洲和亚洲的几个国家，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美景和文化遗产。这太令人印象深刻了。去不同的国家旅行，一定让你接触到了不同的传统和习俗。你有最喜欢的目的地吗？很难只选一个，但我绝对爱上了意大利。丰富的历史、艺术和美味的食物使之成为一次难忘的经历。意大利绝对在我的旅行清单上，那里的艺术和美食享誉全球，总有一天我会去的。你还有其他推荐的地方吗？希腊是另一个必游目的地，古老的废墟、风景如画的岛屿和当地人的热情款待，使它成为一个真正神奇的地方。希腊听起来不可思议，我一直对古代文明着迷，我一定会在以后的旅行中考虑它。谢谢你的推荐。第18课，探索夜市。嗨安娜，你在这座城市发现了什么很棒的街头小吃吗？我听说夜市是必去的地方。嗨，约翰。是的，这里的夜市很棒，您可以找到各种各样的美味街头小吃。这听起来棒极了！你能推荐我应该去的任何特定的夜市吗？绝对可以。河畔夜市很受欢迎，它以其充满活力的氛围和令人垂涎的食品摊位而闻名。这听起来是个不错的起点。我能指望在那里找到什么样的食物？您会发现当地和国际美食的融合，从饺子和串烧等传统小吃到来自不同文化的异国情调的菜肴。这太令人兴奋了！我总是乐于尝试新口味。你会推荐什么必尝的菜吗？一定要试试当地的特色菜小笼包。这是一种汤饺，里面装满了美味的汤和肉，这是人群的最爱。小笼包听起来很好吃，我一定要试试。还有什么我不应该错过的吗？别忘了尝试臭豆腐，它可能有强烈的气味，但味道独一无二，出人意料的令人愉悦。臭豆腐，对吧？我很感兴趣，我会试一试的。有素食或纯素食选择吗？绝对可以。
许多小吃摊提供速食和纯素菜肴，你可以找到美味的选择，如蔬菜春卷、豆腐菜和新鲜水果冰沙。太棒了，很高兴知道每个人都有选择。我可以在夜市选择座位吗？通常，夜市有开放的座位区，您可以坐下来享用美食。有些摊位附近可能还有小桌子和椅子。这很方便，我很期待一边品尝美食，一边沉浸在夜市的热闹气氛中。这是一次你不会忘记的经历。美味的食物、现场音乐和活力相结合，使之成为一个难忘的夜晚。我等不及要探索河畔夜市，沉迷于街头小吃了。感谢您的推荐。不客气，享受美食之旅，享受探索夜市的美好时光。我会的，我敢肯定，这将是一次不可思议的烹饪之旅。我会告诉你怎么回事。